现在时间早上3点40分，发现一个也不算秘密啦，第一次来，发现台北车站是全部关闭的，连厕所都不能用。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一家 Seven， 他说我们还没开始营业，也不能买东西，所以要去外面找厕所，去买东西。现在要走到 M3 出口这边等接驳车，然后今天要去武里，要走石门山下古关园出屏风山，期待今天的微探看行程。石门山古关园出屏风山，在日治时代左九间马太征讨太鲁阁部落时，其中一条战线。至石门山登山口起登，重装登上路程最短的百岳。从山头继续沿着向东延伸的人脉一路下切至塔次基里溪谷，探访那最鲜为人知的古关园。追寻着100余年前太鲁阁战争的遗迹，并在屏风山山径转向，最后爬上将近700米的落差，至屏风山新登山口下山。整趟行程累计下降1300米，爬升700米，是一趟下降比爬升还多上1倍的行程。我们现在要从石门山东林这边下去。我们换一个，不是土里，我们直接从雾社上来。斜斜。妹姐。
这里。险哦。对啊，这个路基没有很明显，一不小心就一直往下走。我们要绑一个布条在这边，不知道人就会走下去。刚刚从上面的人线走下来之后，如果不小心很顺，会一直往下走，走那边去，那边是不对的。在那边一个凸凸的点，那边就要往右边切，然后有布条走到这边，接下来顺着这个路这样下去。丽梅姐在绑布条，谢谢丽梅姐。草比人高，在石块这边，接下来就要进树林。布条，红布条跟黄布条这边往上，好累啊！哎呦，建筑跟倒木之中奋战。在到达古关园前的人线下切，虽不是极难到达的地方，也需穿过比人高的建筑林，跨过倒木，一路上也不断考验着大伙的行进技巧和判断能力。走了，好，好，对。现在快要下到塔斯里基基地，那过2次溪之后，就会到达今天的扎营点。其实也快爬完了，应该可以听到溪水声吧。现在溪水已经很近了，我们快下到塔斯里基溪，就快要到今天的扎营点。然后总里程大概还剩下8公里左右，就
石门山下古关园出，屏风山登山口。哦，有点开始飘雨。溪在前面，已经可以看到溪了。哇！现在是2号选手，紧接着是3号选手 ，Go Go Go！ 待会还要溯溪，所以就先不穿鞋了。啊，没有带拖鞋来，真是失策。刚才从溪下面上来，现在这边就是古关园的营地，离溪边蛮近的，取水方便。今天就在这边扎营，等下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地。今天
睡的地方，帐篷搭好，接下来离厝。现在在塔斯基里溪这边扎营，这边是古官员的遗址。那古官员为什么叫古官员呢？就是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那日本殖民政府跟太鲁阁主要争夺这附近山区的一些资源所引发的战争的古战场。现在好像快下雨，那今天现在时间是3点半，那吃一吃就洗洗睡，刷手机，先这样，然后明天早上7点起来，不是起来，是7点出发，那就先这样咯。在经过一夜休整后，收拾装备，踏上归途。早上7点20，我们今天早上7点出发的，那现在刚刚从古官员营地离开，今天里程大概走个6公里就回到屏风山登山口了。那现在大家在前面，一路上还是有布条，所以其实还算好走。太阳出来了。穿过在阳光透露下微微闪耀的松针树林，在街上穿访路径回到文明世界，结束这2天1夜的秘境探险之旅。我们现在离登山口还剩4.8公里。我们今天从那个古官员古战场的营地那边过来，大概走了2K 左右。然后现在长进的是丽梅姐，对，她觉得这边非常漂亮，一定要拍一下。那我就出镜录一下影，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个阳光洒落森林，然后间隙的样子非常的漂亮。
山下古关园出屏风山，剩最后的大概100-200公尺吧，就回到马路上了。啊，今天这一趟里程，我觉得除了下石门山东岭那一块有点微探勘路线，有些地方需要找路之外，其他地方都还算蛮好走的。那这一次跟丽梅姐还有一些丽梅姐的朋友山友一起走，我觉得是个不错的体验。在古关园这边搭帐篷过夜，旁边就是利路溪、塔茨基里溪，取水很方便。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着潺潺的水声，超好睡。那今天就差不多先这样咯。好，拜拜。哇，丽梅姐走完了，什么感想？轻轻松松。谢谢各位啊，陪我糜烂。我们现在是吃香梨，这个哈连皮都可以吃，超好吃的，真的。好，好，把你剪进去。那一颗送你。不用了。好，老板谢谢哦，拜拜。关园53号。